来，我看，上课。这个哦，坐下来，sit down please，OK。那我要正式上课，那我按那下，我这挤在门口怎么办？好，我跟你讲，那我们就上课，尽量把窗户打开，或者冷气开到最大。来，我开始上课哦。这个是，我以前在上那个心理学啊，还有精神医学哦，有一个叫墨迹测验 ，Rorschach， 它就是用一个看起来看不出是什么样的图样，你知道哈，然后问那个病人说你有什么想法？你看到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些图案本身不具意义，可是他问你说，我们人常常看到一个东西那开始讲话，其实不管他看到什么，他讲的话都是他心里面的话，就是说，所以这个看的东西要比较不具没有具体化的不具体化的。好，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你看到什么东西？这是以前我们在精神科上课的时候一个笑话，那个医生画一个三角形。问那个病人说：“你看到什么？”他说那个病人说：“这是一个山上在深山里面，我看到有一对男女在那里做爱然后那个精神科医师就受不了，好，那就画一个长方形。你看到什么？他说：“这是一个床，我看到一对男女在上面做爱。”精神科医师动不了，说：“那他画一个圆圈。”他说：“你看到什么？”他说：“这一片草地，我看到一对男女在上面做爱。”那后来精神科医生画一个这样一个十字，他说好吧，那你又看到什么？他说这是一个窗户，我透过窗户看到里面有一对男女在做爱。最后那个医生就受不了了，你知道？他说你为什么每次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到那个？那个病人说很无辜的回答，他说没有办法，你画的东西充满了色情。其实那个夏洛克那个 test 你知道？其实真正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是有立场、有偏见的。我们常常用自己当坐标在了解这个世界，这的确是个事实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人的行为受过去经验的影响。坦白讲我当过17年台大医院外科加护病房主任，你知道，很多那种外科医生的或是重症医学的习惯，你知道还是蛮根深蒂固。当然，随着时间久，会不会改多少不晓得。不过 anyway， 的确常常是用自己当坐标来看这个世界，这的确是个事实。好，那么为什么要上这一堂课？我们这堂课叫做从科学看人类行为。人常常以自己当坐标来了解这个世界，可是终究我们能不能用其他的坐标也来帮助你来看这个世界？意思就是说减少你的 bias。这是个很有趣的图画。他说：“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9.6亿元的钻石。这看到你的习惯。如果是珠宝商他只在看这个，他没有看到那个人。所以事实上有一句话叫“To see is to believe”。我们会看到以后才肯相信。可是在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常常只看到我们自己相信的。更糟糕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是相信我们希望它是真的东西。我每次说看到才会相信。可是问题是我们常常只看到自己相信的东西，甚至更糟糕的，我们常常看到自己希望它是真的东西。好，为了解决你们在这个 bias， 为了解决你们做一个人类认知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以科学的方式来了解人类的行为。所以以科学来看人类行为，其实目的就是减少一个人为的失误了来。第一个，我们讲逻辑运算。逻辑运算这个是高中的数学，希望你们还记得。若 P 则 Q， 只有对得到错才是错，其他都是对，还记不记得？不记得了。这个理哲学我是建议你们在大一一定要上理哲学，逻辑思考这很重要。理哲学这个是在 University， 它的字头叫 Universe 叫宇宙。其实在14世纪的时候中古世纪那大学在上什么？理哲学、语文学、伦理学。其实理哲学是个蛮重要的基础的能力。所以如果你们对这种逻辑运算，特别真假指标如果高中上的数学忘掉的话，拜托各位同学还要再回去看看。为什么？因为这个是逻辑思考。
若 P 则 Q， 只有对得到错才是错哈，对得到对的是对，错得到对也是对，错到错还是对，这个要记得。所以如果考试的题目是出错的，不管你答什么答对答错，它都算得分嘛，对，为什么？就是错得到对也是对，错得到错还是对啊，这个真假指标要记得。还有 P and Q 要两个都对才是对 ，P 或 Q 嘞，要其中有一个对就是对。另外透过真假指标若 P 则 Q 相当于什么？非 P 或 Q 个姐若 P 则 Q 变成非 Q 且非 P 这个非P and Q 有没有非 P 或非 Q？ 这个会我们说相等的意思是为什么？因为它们有相同的真假指标。如果你们对这个逻辑还不是很熟的话，我建议买那个去书店买一本小本的读一读。好，为什么讲逻辑的运算呢？我们看看若 P 则 Q 并没有表示非 P 则非 Q。我们看看它是回教徒，所以它不吃猪肉。那我问你了对下面两个论述哪一个是对的？他是回教徒嘛所以他不吃猪肉他不是回教徒，所以他吃猪肉。他吃猪肉，所以他不是回教徒。你认为哪一个才是对的？第二个，为什么？就是逻辑运算。他是回教徒，所以他不吃猪肉但是他不是回教徒，没有说他一定要吃猪肉 ，OK？ 因为不是回教徒也可能不吃猪肉 ，OK？ 这个若 P 则 Q， 你知道可以非 Q 到非 P 但是也可以非 P 或 Q， 同样的道理他是回教徒，所以他不吃猪肉。你看看他是回教徒，所以他不吃猪肉。那如果他吃猪肉，他就不是回教徒，或者是他不是回教徒，或是他不吃猪肉。逻辑运算我跟你讲你现在听起来觉得很枯燥因为我是没有找到好的例子。你如果去考 GRE 有没有？这是很重要的训练。将来你们要去考，我不知道现在 GRE 现在改叫什么名字？还是叫 GRE？GRE 要得高分，你知道，一定要去买一本理哲学，好好念一念，因为里面很多那种逻辑运算是在考理哲学。那你会讲说可是这个跟了解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个题目。同样的道理这个非若 P 则 Q 有没有？如果它是错的会，这个他是回教徒，所以他吃猪肉，这是错的嘛，对不对？他的错的在一个非有没有他是回教徒，且他不吃猪肉。没有，我跟你讲这个运算这个真假指标，我还是真的建议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课没有办法在这里讲很清楚你们我是建议去买那个到200块钱以下的书把它读一读。好。那我们来讲一个真实运用的例子。这是电脑断层，头部外伤引起硬脑膜下出血，这个地方硬脑膜下出血。然后呢，他就住了加护病房。第一天 X 光是干净的，第二天这个就白掉了。第三天呢，这个是这样，这个进加护病房这白掉了，然后这当然就把护理长叫来骂一顿。才住1天就得到这个 X 光，这个就变白了，怎么会这 chest K 这胸部照顾这么差呢？要认真拍弹拍一拍弄一弄。第二天好了，第三天又换到另外一边去，因为他都把病人侧一边一直拍，结果都拍到对面去了。OK， 重点在这里，这个骗子你知道这个 X 光变白有2个可能，哪2个可能你知道？第一个叫做这个时候X 光片变白在我们医学上有2个最常见的可能，一个是肺炎、肺花炎，另外一个是因为它抽痰技术不好没有认真拍痰，所以那个痰积在里面，所以这样 X 光白掉。OK， 如果他第二天如果他是肺炎的话，有没有可能第二天突然好掉？不可能，因为你得肺炎，那我说1、2、3，突然肺炎好掉，不可能。所以这个会1天就变好的。马后炮去看，你知道它应当是痰塞住了，会经过很认真的胸部那个物理治疗以后，把痰抽干净，它就好掉了。OK， 只是说，因为他刚才讲过，他都一直侧这一边，一直拍，结果都拍到对面去了就变成这样。看这个图，你知道如果1、2、3给你4张 X 光，那问你说这个假设这个是连续4天的然后给你4张 X 光，那问你说这个诊断是什么？很清楚，它不是肺炎，它是叫 atelectasis。这个字是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肺塌陷，就是
痰抽不干净了，痰去阻塞到这个气管了，抽没干净，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会造成的会塌腔叫 atelectasis。看这4张 X 光，问你说这个诊断是什么？你一定会写 atelectasis，OK， 没问题。可是这个叫后见之明，因为你已经看了4张了。可是如果你是当天早上去查房，你是主治医师，看到一张白的，你知道有2个可能的诊断，一个是肺炎，一个是肺塌陷。难道你要等2天以后才知道诊断吗？2天以后知道诊断，那都不搞了嘛，对不对？你当场就要做出一个决定，一个诊断，要做处置嘛，对不对？这个就用到逻辑了。你说这跟逻辑有什么关系？来，我们看看哦。如果这是肺炎，一个病人如果有肺炎，你预期会遇到什么事情？肺炎是会发炎嘛，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发烧啊？是应该白血球要多啊，leukocyte 这白血球数量增加嘛？可是如果你问护理师说有没有发烧，他说没有，白血球要增加，那个看一看，没有增加。如果这病人是体温正常，白血球正常，这个就不是肺炎了。这时候我已经在用逻辑思考了。若 P 则 Q， 非 Q 则非 P 嘛。如果他是肺炎，我期待我要看到发烧啦、白血球增加。可是这病人没有，也没有发烧，也没有白血球增加，所以他就不是肺炎。所以我跟你讲哦，逻辑运算，你知道吗？这个要练到跟呼吸一样的自然。哦，那在每一个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脑袋里面在做逻辑运算。其实他讲穿的就是那个真假指标，那一套啊。当然，我刚才讲过哈，要运用到很纯熟，请各位同学去上课 ，OK。所以若 P 则 Q， 非 Q 则非 P。我在第2天有办法做出诊断啊，这个不是肺炎，这是肺塌陷。为什么我能够做这诊断？因为我用了逻辑运算 ，OK。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要慢慢的，不是乱猜的。要数学，要开始用理哲学的思考。OK， 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urine output，urine 是尿量 ，heart 是心脏啊。如果心脏是正常 ，kidney 是肾脏。如果心脏正常，肾脏正常，内分泌正常，体液正常，那么尿量就会正常。所以若 P 则 Q 嘛。但是如果尿量正常，有没有保证这4个都正常？若 P 则 Q 有没有保证非 Q 若 P 则 Q 有没有保证若 Q 则 P？ 答案是没有。这4个正常则尿量正常，但是尿量正常有没有保证这4个都正常？答案是没有。为什么？换到逻辑学上是这样 ：P1 正常P1 正常 ，P2 正常 ，P3、P4都正常，4个都正常，则尿量正常。那当尿量不正常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灰嘛，对不对？灰的时候这个 P1 and P2 and P3 P4 前面加个灰的时候，它是灰 P1 或灰 P2 或灰 P3 或灰 P4， 这叫什么意思？你知道？心脏正常，肾脏正常，内分泌正常，尿量正常，则尿正常。当尿不正常的时候，则可能是心脏不正常，或内分泌肾脏不正常，或那个内分泌不正常，或体液不正常。所以这太多可以猜的，所以这造成 too many intervening factor。我们在人生的世界当中，常常是这样，逻辑思考遇到一个很大困难。如果这些都正常，则这个会正常。但是我现在看到这个不正常，到底是哪一个不正常？干扰因素太多了。像这个它可能是肾脏病啊 ，Renal 就 kidney 的形容词了，肾脏病，它可能是吃利尿剂啊。Mannitol 是一个药会造成利尿效果 ，Glycerol 也是一样。它可能是 hyperglycemia 血糖过高了，糖尿病3多症嘛，吃多喝多尿多，你只要血糖高你尿就很多啊。OK， 3多症。DI 是那个尿崩症如果你的高中生物还记得的话 ，ATN diuretic 这是急性那个肾小管坏死引起的那个利尿期。这个当这个正常的时候，则这个正常。但是它这个不正常，则可能这个不正常，或这个不正常，或这个不正常，或这个不正常，太多的问题了。这时候怎么办？贝氏定理。你猜 A 直接猜 A 的几率有时候很难猜，
可是，在 B 存在的状态下，猜 A 的几率就缩小了。好，我们来看看例子。这个如果我们高中贝氏定理这个在 在 B 存在的状态下求 A 的可能性嘛这 P A 交集 B 除以 P 那个 B 的几率。我想这个高中数学应该你们还记得。你们看看实际的例子。如果有一个天你血尿，哇，这诊断太多了。因为从肾脏经过输尿管到膀胱到尿道整条都可能，也许这里长肿瘤，这里长肿是各种原因，甚至肾脏本身的病变。但当你看到血尿的时候，有没有你要猜的东西太多了。可是如果说使用叶克膜之后，本来好好的人，以前也没有问题，使用叶克膜之后突然血尿，这个猜的东西少掉很多了。不过他以前都很好，现在突然因为用叶克膜才变血尿，因为使用叶克膜加抗凝血剂，要插导尿管，所以会不会你插导尿管的时候就伤到尿道了？还是说你用抗凝血剂太多，引起凝血功能不好？所以在真实的世界当中，你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你现在很难猜的时候，你知道标准动作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 因为你只问说 PA 很难猜，可是如果你有 B1、B2、B3， 你那个前提越多的时候，再猜 A 的时候 should。那个几率就缩小了，所以这很重要的概念。你知道，人处在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很不了解，是因为你知道太少。当你知道越多的时候，再猜几率就会比较 narrow down。OK， 所以只猜血尿，要猜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个本来完全正常使用叶克膜，突然血尿，这个猜的东西就少掉，这叫病死的意义。好的医生，你知道为什么要问病死？因为在问当中问一个题，他每问一个题目就消掉一些可能性，再问一个题目就消掉一些可能性。那问，那个很快的就可以 narrow down。其实最好的医生不是一来不分青红皂白，检查做全套的，那个是为了要赚钱的。好的医生应该是说来，他问一些题目，把那个可能的诊断消到最小，然后再做1-2个很简单的诊断，就把它分辨掉。所以病死的意义 ，past 我们英文叫 past history， 过去病死。我突然看到你，我不晓得你什么东西，可是如果我知道你，我看你的，可是我如果看你的履历表，你知道说你以前是干什么，再看到你，我都知道大概这个叫什么东西。所以病死的意义，过去死的意义在这里。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你知道？这也是我在政治上常犯的错误。其实我有时候是知道，你知道，他说这懒惰。其实要用一个人，你知道，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你知道，问他的过去史 ，past history， 因为那个过去的资料没有，可以把很多几率会 narrow down， 这很重要的概念。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说，我们用一些科学的方式，因为我们处在这个世界，有没有是尝试去了解这个世界？可是呢，如果你有很多的一些运用的知识可以让你去更精确的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来讲几率，刚才讲逻辑运算，再讲几率。第一题，几率一般50个人，2位男女同学连续3次上课都坐在隔壁，几率是多少？答案是这样的这个其实这个题目应该先讲清楚，你这个座位是一个横排还是一个圆圈？这个有个故事是这样，我在台大医学系当老师嘛，然后有一次上课，我就发现奇怪，连续有一个男的跟女的连续3次上课，因为每隔一个礼拜上一次上课嘛，他们2个就在不同的地方，都坐在旁边。我说这一定有关系。为什么你这样？你看看如果是一个横排的话，没有，这个一个横排50个人，刚好坐在隔壁，几率是多少？你们会不会算？答案是多少？1/20嘛，对不对？连续3次，1/20的3次请问几率多少 ？very low， 呛死的机会足低的。所以假设我来上课，你知道假设我连续3个礼拜上课，那奇怪，这2个男女同学坐在一起，下个礼拜看，换到那里还是坐在一起，再下一次又坐在一起，我跟你讲，一定有关系。为什么？几率实在太低了。即使是绕一个圆圈，你知道，它几率是多少？49%。不管怎样，你知道3次放下去，降得很快。所以这个重要概念。
5个人哦围着圆桌坐，相邻的几率是多少？哎，你们不要念到大学哦，那高中数学都忘光了。5个人绕一个圆圈 ，random 进去坐，2个人刚好坐在隔壁，几率是多少？答案是1/2啊！你们还记得这条会不会算呢？要读书啊！爱读书，你知道吗？不是，因为我们是学界出身的嘛，我们比较尊重专业，不会按那违和啦，你知道？科学是一个专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名誉、专业跟价值，专业很重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像这种东西，你知道哦？像你说，你看了3次说，这2个男女同学一定有问题，为什么？你不是乱猜的，因为用你的知识，你知道，你说这几率实在太低了。这个几率太低要讲一个概念，什么概念？你知道？随着重复的次数，几率下降很快。1次我还不敢讲，2次几率实在太低了，到3次几乎不可能，太低了，你知道？所以我跟你讲我们在看很多事情只看1次，坦白讲我还没有那么有把握。即使我刚才说5个人5个人绕圆圈坐，其实坐在你隔壁几率是1/2的，可是连续3次，1/2的3次完全降到1/8了，只有12.5% 的，其实降得蛮快的，这很重要的概念。repeat 几率下降快，所以看1次你还可以说这个不算，2次你要说不算几率就很低了。所以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开始养这个叫什么呢？几率是一种 sense。你在做政治判断或是做一个判断的时候，你能不能很快的大概估计说它的几率是多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这个在我们的统计学上有一个概念，这个常态分布。世间绝大多数状态是常态分布 ，OK， 没问题，这大家都知道。然后呢，我常常讲个叫怪怪的。什么叫怪怪的？这个是我的名言嘛，对，怪怪的。什么叫怪怪的？怪怪的几率实在是很低的。如果它 unusual， 你知道就很可能有问题。就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有一个常态分布，可是你要想到，那我要签，这跑到这个2个 standard deviation 外面，这个很少你可以跟我狡辩说这是例外。可是我想说，真的是例外吗？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上过统计学什么叫不正常？不正常的几率很低。可是不正常意思叫几率很低。这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个几率很低的时候，你有2个思考：它是某一个机制下出现几率很低的情形，或者是它根本不是这个机制。你听得懂吗？你们去念那个统计学null hypothesis。我那个统计学就说，每次那个我们要把它 reject 说这个只有5%。好，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其实作为一个人类呢，就是这个地方有时候蛮难克服的。你知道它几率很低，你一直在想说其实我们在想说它就是这个机制，它只是出现几率很低的情形。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不肯承认这个事实，它根本就不是这一件事情。什么意思？你知道？如果你跟人家约会，他迟到1次、2次、3次，你只要说他就是有事的他就是有困难。其实坦白讲，因为他不喜欢你。因为你一直在想说，他就是这个机制，只是出现几率很低的情形。其实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它根本就不是这个 mechanism， 不是这个机制。这个其实就算有一天你的脑袋里面有很精确的相当精确的几率判断，可是常常还是会作为人类的缺点。人就是因为有期望，这就是为什么爱情骗子每一次都会成功。他每次都骗你说你是例外的孩子，你不是例外。他根本就是机制不一样。我跟你讲。不是，我跟你讲这个他是讲了
在那个《星舰迷航记》那个对打，你知道？其实这就作为人类的悲哀，你知道？人类有感情，所以常常没有办法做理智的判断。明明理智就不是这样，可是你就是会 delay。我也觉得其实我自己还是有这个缺点的。你都知道，可是你就是还是想要赌赌看或义气，所以为什么爱情片子会成功？像我算是高智商的嘛然后我在估计几率其实也蛮准的，因为大概从我的经验，你知道大概估计这个事情几率是多少。可是当出现几率很低的时候，我常常也是会陷入这个迷惘。我也想说，他真的是运气不好。可是我常常就是不肯去接受，说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机制，所以这个我说孩子，你是例外的几率很低所以这个其实要接这个，下一次你遇到 unusual， 你知道恐怕还是要接受的事实，它就是有问题，不要用例外那个 normal distribution 的外援来骗自己，所以我们在讲 null hypothesis 的这个，我想是这样，就说当这个我说 normal distribution， 你知道，它出现在很旁边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它是因为它还是这个 mechanism， 只是它很旁边，也许它根本就是另外一个机制，所以当几率很低时，要慎重的考虑，这是因为机制不同。但是我知道还是常常失败，这是作为人类的悲哀，因为人类有感情，人类有期望，这是其实是我自己都常犯这个错误这个是勉励自己也勉励大家。所以有时候你在数理逻辑上你就知道这大概不是这样可是你常常就是在相信，因为你有期待。OK， 好，鬼月为什么不可以开刀？大家知道答案吗？农历7月不可以去开刀，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后来研究很久才知道为什么，因为新的 R1、新的 Intel、新的西R1 就是第一年。你知道吗？这有一次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农历7月不可以去开刀，每次去开刀奇怪都出并发症，你知道？所以我们在医院都有个习俗说，农历7月不能去开刀。可是有一次那个大林慈济医院，他做了一个研究，他统计他们全院，你知道他奇怪，他没有啊，他说在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做那个农历就是按照月份，你知道按照农历的12个月分布，他说农历7月那个并发症没有比较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家医院没有 R1， 没有 Intel， 没有 CR， 因为他住院医师、实习医师很少，他都主治医师在看，所以他就没有这个现象。可是，在台大荣总这个现象就很明显了。所以在讲什么？你知道？其实风俗传言都有它的意义，可是难在哪里？你怎么办？一眼看穿它后面的意义？其实也很多人家说空穴来风，你知道无风不起浪。其实我们很多看到的现象它是有意义的，只是你一直没有能力贯穿说它后面的意义的。这个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概念？你知道？我以前奇怪什么？因为我在台大当老师，你知道？奇怪，每年也是那个7月并发症最多，因为新的这个 R1 就是第一年住院医师嘛，Intel就实习医师，CR就总医师嘛。常常就是那个我们在台大当老师，有时候也是这样，开心脏开完，你知道那个血管接就绕跑了，叫那个学生止血啦，关那个收伤口，这个锯胸以后要把这个胸骨要拉过来，用铁丝锁住那个，所以常常开刀开1个小时，后面那个止血的还有那个红伤口有没有？还有红要修球，就把伤口红起来要搞2、3个钟头啊。我以前就发现，你知道，常常我们那个7月的时候，我们开完就绕跑了，你知道。然后去外面晃了一大半圈，奇怪，我病还没送出来，因为新的总医师，你知道，止血时间止太久了。可是，所以跟各位同学讲，根据我的研究，在台大医院，国立的4月开刀并发症最低，差不多那个春节过后回来，4月到5月。那你说6月就开始上升，为什么？因为大家开始待退的心情。所以会变差，7月最差，然后慢慢再回recover。可
可是如果是没有实习医生的医院，就没有这个现象。这告诉你什么？你知道？统计数字有一天你看到了，可是你有没有能力去看出那个统计数字后面的意义？这个叫洞见。所以这个还是要这个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就主要是看到说，那个大林慈济做出来的统计跟我们台大医院不一样。那你要去研究，这两个医院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有时候study 研究这个习惯，看到一个现象，有能力去问自己说，它后面的意义是什么 ？OK。所以传说的背后找出它的真相。来讲专业，我刚才讲过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不尊重专业。其实台湾是个 M 型社会，你知道，废话大家都知道，贫富嘛有钱人跟没有钱人，南北他有没有南北差距？废话当然有啊。以前北是蓝嘛，南部是绿嘛，有没有城乡差距？有啊。有没有蓝绿差距？废话当然有。以前最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这4项是相关系数很高啊，彼此。这个现在是比较开始，自从柯文哲以后，总算把这个有点抹平了，是吧？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你知道吗？坦白讲，我们一个社会它是不同社会的组合，实际上我们不是同一个社会。这也是政治上要面对的现实。其实我们说一个社会错，它是好几个，我们这个社会是好几个不同社会的组合，所以有时候多元文化，你知道李登辉总统讲不满意但可以接受，孩子，真实的世界都不是这样，真实的世界是不满意但是可以忍受，你知道？所以有时候看你也不是很喜欢，但是试着去容忍它。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不同的社会的组合。如果你每个都跟刺猬一样哇，很难做事。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小于600块跟大于1500块的差别？我当兵的时候是在269师，就是洪仲丘被虐死的那个地方。我说那个电视在报道都很熟，因为我就是在那里，我就是在那个师。我在269师当医官的时候，我开了一个性病特别门诊。那阿边哥来呢，我问他说：“你在哪里得到的？多少钱？”我就可以写诊断。为什么？因为那个地域呢有流行病学，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病，那不同的价格有不同的病。我后来就有一个伟大的发现，看了1年的门诊以后，我就一个可惜这个没有写成论文里的，我就发现600块以下跟1500块的病是不会 cross over 的。这1500块以上的病，你知道就是那几个，然后600块以下病就那几个，而且这2个是不会 cross over 的。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你知道？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句话，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同一个社会 ，no， 其实财富你知道收入把我们隔开了。有钱人跟有钱人交往，穷人跟穷人交往，有钱人过的生活 style 跟穷人过的生活 style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发现600块以下跟1500块以下那个病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在269师当医生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呢，我当兵是民国75年到77年，1986年。我当时就有那个伟大的发现，不是因为我看这个我是很喜欢做研究做什么东西都常常问说，为什么？我当时就有发现，你知道，这是1986的价格，我现在也不晓得了。1986的时候全台湾的最便宜的妓女了350块，可是只有台中是500块。我说妓女有高价低价，我说最 common 那一层就是 the lowest price case，OK 全台湾都350块，只有台中是500块。好，各位同学，这里面有没有经济系的同学？如果全台湾都是350块，只有台中是500，请问它是独占市场、寡占市场、自由市场，还是经济市场？这个来，有没有经济系的同学？你认为答案是哪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专业，这个叫知识。我要讲什么？你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独占市场？不太可能。为什么？
你能够想象说台中有一个老鸨，要控制全部的那个妓女啊，它变成独占市场，这很低嘛，对不对？它可能是自由市场吗？一定不是。它如果自由市场，它价格不可能突出啊。但是你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你对这些市场要有概念，你要念过经济学，就知道市场的种类，然后他知道说当时的状况。其实答案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寡占市场。这个不服气的人回去研究，再写信来，写到台北市政府来跟我辩论。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你要知道，民国75年的时候，当时的地理、交通、人口环境，你要知道这个知识，你知道？他你想想看如果在台北市三重的价格跟万华的价格会不一样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交通太方便了，它 cross over， 所以如果它没有 isolate， 如果没有 isolated， 它价格不可能突出的，所以它价格跟不一样，它先决条件 isolated 的。所以大部分是这样的透过这个高铁的进步了，或者整个台湾的交通的改善，在民国75年的时候，台中在交通上是 relatively isolated 的，所以它才有办法价格跟人家不一样。如果它交通，我讲嘛，三重的价格不可能跟万华价格不一样。因为他只要差50块，他坐摩托车就跑过去了，他不可能在。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你知道？通常你知道我还是强调专业。可是专业是要 knowledge base， 知识的基础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不太注重专业的。所以各位同学呢，到大学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就增加一些知识的，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回去想想看，不服气的可以再来讲。这个叫什么？两个 particle 的能量，通常两个粒子，你知道有最适当的距离。OK， 这个知道嘛这在讲什么？你知道？这故事是这样。有一次我去看照会，我在台大当教授的时候，还在当医生的去看照会，那我就看完病人。我就在写那个病历，我写完病历以后，我转过头来说，你们两个是男女朋友是不是？那两个实习医师在后面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很简单啊，因为我在写病历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后面那个距离太近了，那个距离超越了正常的距离。人与人之间有没有能量最低的距离？当太近的时候，有没有那个阻力是太高了，除非有没有它有间接，有斑点，有单键、双键或共价，就是三键，所以那个距离你就可以估计说这个倒立程度到什么程度。那个是他这个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他在不经意当中泄露机密。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你在估计说这个跟这个有没有关系，算那个距离大概就晓得了。比方说你们两个的距离，我让看看，大应该是没问题才对。为什么？那距离是如果这个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写病历？那转过来说，你们是不是男女同朋友？因为这个还有点，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你也要有相当程度的人生经验，知道说人与人之间适当的距离是多少。但是这个有没有破洞？有没有例外？有。人与人之间两个人之间有最适当距离。好，我们来讲这个，因为这个如果太近还可以存在，这个有 special 斑点的，知道活化能。不是，我来讲物理反应有这个叫活化能嘛？其实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克服活化能。这个讲什么？你知道？讲 metal stable。我看看其实媒人你知道，所谓媒人也是降低活化能，叫催化剂。好，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 metal stable。有些东西你知道它明明是就整个时代潮流来讲，它不应当存在，它是 unstable structure。可是为什么它会存在？就是 metal stable。metal stable 你知道因为它在整个那个 energy 微里，它前后都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这个概念？
不稳定状态为什么会存在？因为你加高了它的threshold。比方说了，我刚才讲说，人与人之间有适当的距离，什么时候会打破呢？当然是电梯。看电梯它被迫要挤进来，对不对？可是当门打开的时候，它马上会恢复到适当的距离。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很喜欢的女生能不能想个机会在电梯里面让她故障？当它里面被迫存在那个 energy 波里的这种，也许因为能量比较高，会产生化学键结，或者我不晓得。嘛，我跟你讲其实作为人类，你知道我们还是遵守物理化学定律的，知道？只是说你在读物理化学，只会想到说人生怎么操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人还是没有办法，人没有什么这等一下再讲。我有一些还没想通的问题，等一下跟大家讨论。就是说不稳定状态为什么会存在？因为它前后的那个 activation energy 活化能被拉高了，所以暴振总是会替自己加高门槛。因为如果门槛不够高，它马上这个高能量状态它无法存在，它会移动，会走向一个比较 stable 的 state， 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也是我的想法，暴振是要用力推翻的，它不会自己倒，因为它会努力的替自己加高门槛，让它的不稳定状态可以存在。OK， 所以我说以前的发明个爱情定律，你知道，男人的爱情永久而不专一，女人的爱情专一而不永久。这个，这里有没有媒体？这个其实可以用生物学去解释。再来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除非相差70岁。这是我的经验了，是吧？男女关系非进则退，除非没有第三者。我跟你讲，你要是男女朋友吵吵闹了好几年，最主要理由是因为没有第三者介入，因为他一直被 keep 在这个 high energy state。如果有个进来把这个 activation energy 一下降，他一定会滑动，会走掉的。好，讲热力学。热力学3大定律。我跟你讲我以前最喜欢考机械系这个题目，每考必倒。热力学3大定律那你不信你们找到机械系的同学问他说热力学3大定律哪3大定律，叫他写。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遇到有人有办法写完的。其实热力学第0定律有没有是等温定律？第1定律是等能量定律，第3定律叫做 entropy 要增加，热来 S 大于等于0。其实热力学第3定律很难用文字叙述。这个除非有天你念那个数理逻辑念到一个境界，才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这个牵涉那个 independent 的问题，算了，这个太难了。我们来讲这个就好。热力学第2定律，热来 S 大于等于0。为什么讲这个？你知道？热来 S 一定要大于等于0。可是我们常犯的错误在哪里呢？我们是说热来 S total 大于等于0。可是热来 S total 是热来 S system 加热来 S surrounding。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你知道？这跟生死有关，存在的意义。如果热来 S 大于等于0，存在本身是违反热力学第2定律。为什么？因为存在是一个有结构的个体 ，structure organization。存在是违反热力学第2定律。为什么？因为热来 S 大于等于0，最低能量最大乱度，对不对？任何有结构的存在是违反热力学第2定律。这一句话错在哪里？错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把 system 当作 total 所以我的存在你知道热来 S 小于0，可是 total 要大于等于0，所以变成什么？我要对环境产生破坏。这对死亡的一个概念，我们看看死亡生死大谜。全世界的以科学的观点最低能量最大乱度，这是宇宙物理化学运行的方向。我们把它用热力学第2定律来讲，叫热来 S 大于等于0。热来 S 大于等于0有没有恒定存在？有人说热来 S 大于等于0它的 driving force 是 Big Bang Theory 大爆炸理论，但是物理定理的恒异性，热来 S 大于等于0在无限的空间跟时间当中，这个定律是不是一定对？坦白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夏虫不可以洞穴，
夏天的虫哦，你们有没有跟他讲说冬天会那个雪长什么样子？因为它活不到那个时候啊。6来 S 大于等于0哦，在我们人类的可以感触到的范围内，这是对的。可是，在超越那个范围，这个还对不对？坦白讲哦，我也没有把握。I'm not confident。不过至少在可知的范围内是这样。所以哦，假设来哦，我们不要去讨论到哲学的境界，就讨论在我们可以认知的范围内。6来 S 大于等于0，我们把它当作是在可知的范围内是对的哦。比如说在我们的可知的范围内。这个横移线会存在。如果这样的话，哈，当6来 S total 等于6来 S system 加6来 surrounding，6来 S total 要大于等于0，可是为了维持我的存在，6来 S 要小于0，结果我就要对surrounding要产生更大的破坏。所以说，这是我对死亡的看法。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当不能再破坏，只要破坏自己，这叫死亡。为了维持我的存在，我必须对这个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因为加起来还是要破坏。但是有一天我开始没有能力破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只要把自己破坏掉，让我自己分解，变成2氧化碳加水。这是我对死亡的概念。但是这个问题哦，这个开始在讲以科学的观点在谈论死亡的时候，开始有哲学的意味出来了。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你能够接受这个理论吗？所以哦，这也是在考虑一个any organized structure is not stable。为什么？因为它违反热力学第2定律啊。It need to disorganize the surrounding to maintain its organization。所以这也是生态保护的概念，你知道？坦白讲哦，如果我们对地球的破坏这也是像那种越高度 highly organized 的社会，一个社会如果很高度的纪律，你知道，很高度的组织化，坦白讲它对周围产生更大的破坏。因为你没有办法违反热力学第2定律啊，至少在我们可见的范围内是这样。这个就开始在讲我们开始在讲说，用物理化学来了解人生，可是慢慢开始进入哲学的领域。我们来看看这些问题，生与死。如果我们用演化的概念来看，生物演化的历史，地球听说有45亿年的历史。蓝绿藻在2亿年前开始在地球上出现，从蓝绿藻出现一直到现在，在过去有生物的这2亿年当中，地球上已经消失的品种 species 比现存的多。这句话在讲什么？你知道？失败是常态，成功是例外。目前在地球上已经消失的品种，像恐龙啦那些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品种，比现存的还多很多。所以其实各位同学有个概念，失败是常态，成功才是例外。这个在讲什么呢？这有一次范云跟我那个座谈，这个自从去年那一场选举以后，每个都在讲柯文哲现象。柯文哲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有办法重复，都没有很明显可以重复成功的。其实跟大家讲一个概念，成功是例外，失败是常态。但是你因为怕失败，不敢做任何事嘛，错。所以将来你们在做任何事情要有个概念，失败是常态，成功是例外。当然你会跟我讲说可是也有长存的例子啊，长存。你会跟我讲IBM 也活很久啊，所以要跟大家讲的，其实长存的东西招牌一样，内容不一样。最明显的例子 ，Apple 啊。Steve Jobs 为什么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它是个蛮特殊的例子。苹果一开始是卖 PC， 你知道，后来卖到倒闭 ，Steve Jobs 被赶出 Apple， 后来他又不是发明，就把一个创新 iPhone 再回来。所以 Apple 这一家公司有没有在历史上，它招牌叫 Apple， 可是它卖的东西不一样的，它以前是卖 PC， 现在是卖 iPhone。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你知道，失败是常态，死亡是常态，长存是例外。即使你看到的长存，坦白讲，只有招牌一样，内容是不一样的。不管是 Apple、IBM 也是啊。IBM 现在的营业项目跟50年前营业项目一样吗？完全不一样的。这跟大家在讲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
成功为失败之母。我跟你讲哦，我去年那场选举打完以后，我做一件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把我所有资料全部丢掉。人家说哦，好不容易打一个选举，那个捐款的那个人的名单啊、名字啊都要留下来，还有你建立的人脉啊，全部都要留下来，下一次选举还要用。我跟他讲说，成功为失败之母。人为什么会失败呢？为什么会？因为人不肯放弃过去成功的 model 啊。所以，如果那场选举打完，你知道，我把资料全部丢掉了。下一次如果还是要打的话，全新的选战再出现一次。成功为失败之母，因为人会失败，是因为不肯放弃过去成功的 model。失败才是常态，成功是例外。但是也不要因为怕失败而不敢去尝试。一旦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在面对人生的时候，你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柯文哲现象，你知道，我每次说柯文哲现象就是 Windows 打败 DOS，iPhone 打败 Nokia。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如果你使用相同的产品，使用相同的通路，使用相同的广告手法，请问谁会在市场上获胜？答案是目前在 market share 最大的公司。所以创新是基于劣势者的义务。这是我在跟焕云对谈的时候，在跟他讲这个，请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回去看资料，2015年2月的时候，连胜的民调跟我比起来是50比25，你回去看资料就知道。当你有一天你绝对的劣势的时候，你只剩下一条路，完全创新。为什么呢？如果你卖的产品是一样，你的宣传手法是一样，你的通路是一样，你有什么理由会打赢目前 market share 最大公司？不会。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 Windows 会不会被 DOS 打败？不会 ，DOS 不会被 DOS Plus 打败 ，DOS 只会被 Windows 彻底歼灭。一样 ，Nokia 曾经盛极一时，会被 iPhone 打败。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劣势也是一个优点。因为既然你已经劣势了，有一天如果你处在绝对的劣势，如果你能够放下不怕失败的心态，这是成功的几率。但是有没有保证一定成功？错，还是失败，几率比较多了。所以最近有一次我们那个产业局局长在跟我讲，他说：“报告市长，我们那个103年辅导那个创投业，经过辅导以后，1年后还存活了有92%，就被我骂一顿，你知道？”创投业失败率应该超过90%才叫创投业。创投业如果1年后那公司还有93% 的存活，这不是创投的补助了。这也是我们目前一些逻辑思考要改变的地方。所以我要跟各位同学讲一个概念：从科学看人生，你知道，不要怕失败，失败是正常的，成功才是例外。但是也不要因为怕失败不敢去做任何事，知道？六垃圾人负 RT 6 K。A 加 B 跟 C 的达到平衡嘛，对不对？奇迹的数学基础。其实世界的东西，我们说平衡状态嘛，对不对？可以算出一个数字。这个六垃圾自由能有没有？它其实这 link 的是什么？一个平衡状态几率。好，在讲什么？你知道？假设我们把这个房间所有的空气全部抽出去，然后把这个房间隔一半。那现在丢一个气体出来，丢到那一边，再丢第二个进来，还是那一边，再一开始丢回来都丢到那一边，它的几率是2分之一的 n 次方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房间的空气在一刹那间突然跑到另外一边，让柯文哲窒息死掉？有没有可能？答案是有可能，只是几率很低耶。所以有个概念，你知道，奇迹是可能的，只是几率很低耶。这个就是其实世间的平衡态，你知道因为在数学在化学程式里面计算，你知道我们都可以估计出说每一个可能跟不可能。所以水往低处流，水有没有可能往高处流？答案是有可能。以热力学的眼光来讲，有没有？有可能，只是它的算成那个平衡状态几率很低耶。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你知道奇迹是可能的，只是几率很低耶。但是是这样的所以有一天你慢慢如果有一天你可以比较洒脱，你知道来看这个世界，你知道奇迹是有可能的，只是几率不高啊。那所以遇到算你狗运，没有遇到就算了。要这个概念，你看，我们来看看
下面的概念，找出真相，汉德法则。汉德法则是什么？如果你在公车上有2个人坐在一起，其他位置是空的，这2个一定有特别关系。为什么？因为相同能接的轨道没有天然不同。人的行为，你知道吗？人的行为是，不是我跟你讲哦，有一天你慢慢哦，你会觉得说，人的行为就是物理化学的基础了。所以，不过是这样的哈，这叫经济决定一切，你知道吗？女性的社会为什么会存在？我会发现哦，女系社会呢，因为女系社会的人口增值速度比较慢。所以女系社会存在都是在那资源比较贫乏的地区，所以在华人文化圈里面，西藏有，高山族有的有，贵族那种贵州的少数民族有。这在讲什么？你知道？吃素为什么会在亚洲的东半部流行？因为在有同样的面积要养更多的人口，吃素可以承受。再来了你要佛教，你知道为什么会东传不会西传？因为西传经过沙漠，它传不过去耶，所以天才的火花到处闪现，但是在环境许可才能够酿成大火。现在，所以问题慢慢一个概念，你知道吗？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的，但是它会不会流行，你知道吗？其实最后决定还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想通这个道理，你知道吗？就会想通柯文哲现象。为什么呢？他说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这个人，再往前、再往后都没办法，因为整个环境不一样，所以才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个经济决定论从另外也可以叫社会决定论。所以老实讲这也是一种能力，你知道你这个东西以后会不会流行，也要看你对这个社会的了解程度。你对社会了解程度掌握的越精确的话你在做 judgment 都会更准。OK， 从刚才讲到现在，你知道我说找出真相，以科学的方法来看人类行为。第一，要专业epigenetics， 这叫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在人类在医学上21世纪有几个大成就，一个是 Human Genome Project， 我们现在可以把整个人类细胞 DNA 的顺序全部都解读出来。可是即使是这样，你知道有的东西我还是搞不太清楚，就是 AP 就是上，我们有没有基因以外的东西？作为人类，你知道我们可以解读我们基因的全部顺序，可是你能不能告诉我爱情藏在哪一段？我可以分析眼泪钠离子多少钾离子多少氯离子多少，我都可以分析出来。可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情人会落泪，所以divine 神性。作为一个科学家，你知道在神、人跟动物之间，你知道人类还是终究我们还是动物，还是要遵守一些物理化学法则，遵守生物法则。可是，在人类里的行为里面，到底有没有神性？有一次，你知道我看到一只蟑螂，那蟑螂2根须，你知道我看他看我，你知道，我就在想说，我跟你的不同只有 DNA 顺序的不同，很感慨，你知道，对吧？我连跟蟑螂对看，你知道，都会很感慨，奇怪，我跟你的不同只有 DNA 顺序的不同吗？难道我跟你之间没有 divine， 没有神性的不同吗？这个就是有时候研究，有时候做一个 science 呢 ，nature science 一个自然科学家呢，所以我还是觉得几乎由于天地，渺沧海这一粟。所以这里面有数学系的同学 ，matrix space 呢，我们所谓数学的系统。compatible 容易证明 ，complete 很难证明。所以坦白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是 compatible， 合不合、合理不合理，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就是 complete？ 坦白讲蛮困难的。所以所以我讲这个活跃不可说。什么叫活跃不可说？你知道？有一次释迦牟尼在这个独孤奇树园散步，那个弟子就围着他问了10个题目，问说世尊。
人类的历史过去有没有尽头，未来有没有尽头？宇宙是有边还是无边？问了10个题目，你知道？释迦牟尼不肯回答，得弟子一直问一直问，最后没办法，释迦牟尼捡起地上的一片叶子，他说我手上的叶子豆还是满园的叶子豆。弟子说当然是满园的叶子豆啊。释迦牟尼回答说世间的道理其实很多了。你今天一直问人类的过去的历史有没有尽头，未来有没有尽头，宇宙有边无边，这个对你这一世的修行有什么帮忙？你知道活曰不可说的典故是这样，是出自这里，所以是这样的其实对我来讲，我也常常在想，有些人的行为我是看得懂的，透过物理化学我知道那什么意思，可是有些我还是看不懂其中一样就是爱情还是 beyond my understanding， 你知道？只是说是这样的，有空就拿出来想一想，没空就还是回去应付议员，你知道吗？还是回去应付议员、应付媒体的，就就想说有空就拿出来想一想，没空还是要回去就是反正终究还有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如果叫李世成来跟你上课，他就会讲这个不可知的世界。所以最后跟各位同学讲这个概念，以一个用自然科学了解这个世界第一要逻辑运算，这个我非常鼓励各位同学去读逻辑学、理哲学的，去买一本书来，简单的带200-300块书，理哲学要读一读。理哲学读一读对你将来考 GRE 非常有帮忙，这第一点。第二点，纪律，要有能力，你知道估算一件事情的几率，而且很大概很快。但是即使有几率，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们即使知道几率还是常常做出违反纪律的事情，因为你就是不肯相信说它是不同的机制。你每次在想说这个应该是例外，这就是为什么爱情骗子每次都会成功，你知道？孩子，你不会是例外。再来专业，这个专业就要读书了从物理、化学、生物、医疗那很多东西。可是讲到最后，还有个阿朱与阿花的故事，这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有2个女朋友，一个阿朱，一个阿花。阿朱人长得又漂亮，知书达理，可是他爸爸是一清专案的，他哥哥嘛什么四海还是天道盟的。我要是娶这个以后很麻烦就麻烦嘞。阿花他爸爸是富商，党政关系良好，只要娶了她，你知道可以省20年的努力。可是阿花是3星牌，什么叫3星牌？看了恶心，想了伤心，留在家里放心，反正绝对不会有力量。我有2个女朋友，一个阿朱，一个阿花，请问我应该娶哪一个？你知道答案吗？答案是有没有第3个女人可以找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现在的时候，为什么要讲阿朱与阿花的故事？你知道？这是以前我当大一的时候我们那理哲学老师刘福生跟我们讲的。这故事告诉你什么？你知道？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永远记住一件事情：有没有第3个可能？所以有一句话 ：You are limited by your imagination. You are limited by your imagination. 你的幻想力限制住你。所以人作为人类他最大的优势，人会思考会思考。所以阿朱与阿花的故事告诉你说，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想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你知道？好，来我们来这个是台大医学系5年级期末考的题目，来考一下你们。55岁男生，这个 CAD 是冠状动脉3条都有问题，开这个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他平常吃阿司匹林，吃阿司匹林血液不容易凝固。他是 SP 就是以前开过 CAD， 他以前就开过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平常在吃阿司匹林。这一次你知道又心肌梗塞了，
而且在做这个心导管的时候dissection 把血管弄破了，所以紧急bypass 接那个体外循环开刀 ，CAB 就是冠状动脉大道手术。故事是这样，那再来是这样。这个病人有3个流血的危险因素。第一个是蕊度他以前开过刀的 case 再开因为里面很粘在一起，所以就搞老血这一点。第二，他平常在吃阿司匹林，吃阿司匹林的 case 常常血流不止，因为又抑制血小板功能。他这一次开那个接体外循环，你知道开太久了，手术不顺 prolong。通常我们接体外循环接久了凝血功能会变不好。所以这个病人有3个容易流血的那个危险因子。好，现在开完刀到了加护病房，晚上9点到加护病房，心跳110，血压120/80，中心静脉压8，chest tube 的胸管，第1个钟头出来400 cc，chest tube 出来400 cc， 当然就输血给他输400 cc 嘛，对不对？10点的时候要 check 一遍，出来350 cc， 再给他输350 cc， 还是维持平衡嘛，所以血压、心跳什么都没有变。11点的时候要出来300 cc， 所以在前面3个钟头，这样已经加起来流了多少 cc 了？400、300、600、1050。他在3个钟头胸管流出了1050 cc， 这时候已经晚上12点了，这是真实的案例。就一台刀开完到 ICU，3个钟头流了1050 cc， 这时候开始有争执了。3个钟头流1050 cc。ICU 的 VS 加护病房主治医师就是我说3点钟骨老清1500呀，拖回去的，重开的，再拉回开刀房，再打开看到底哪里在止血的。重新指一遍。心脏外科医师说：“拜托下晡开今嘛足忝的，而且晚上12点了。伊讲platelet 血小板cryo 是那个叫什么沉淀血浆，PEG-RBC 是那个浓缩红血球。他说叫血小板红血球还有那个凝血剂再输了，再观察看看。你知道为什么到12点的时候我坚持要开？你知道？”如果我现在晚上12点回去，半夜一直流不止，你晚上2、3点要找人回来开刀很麻烦，你知道？干脆大家啉奶一下，再拖回去清一清，弄干净，晚上比较好睡。我2点睡 ，OK， 睡到天亮。那你现在叫我回去，万一半夜你3点叫我来，我从家里赶来，多痛苦啊！我说算了，开了。心脏外科说不要了，再输血了。来，赞成拖回去开的举手。赞成再输血、再观察的举手。奇怪，怎么那么少？这表示说我的表演有一点 bias， 因为我有一次去演讲，大部分都赞成再观察，不要去拖进去开。你知道这个故事的错误在哪里吗？成绩最好的医学系前几名的学生，他说老师要测 PT、PTT， 这个凝血功能。其实我跟你讲，成绩最好的学生是问这个。看病有 SOP 的，先问病史 history， 再来是物理学检查，再做实验室检查。比方说啦他的过去病史，他有没有肝硬化造成凝血功能不好？他有没有这个血小板低下症？你在一个病人，你这样你一来就问说开还是不开，你又陷入那个阿朱与阿花的故事了。你为什么不先问说第一个你们这个病人病历先翻译下来，他以前有没有凝血功能的问题啊？有没有容易出血的问题？过来OP operation， 我通常会把那个第一助手叫过到旁边，你们刚才在关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你们在关的时候，关伤口的时候，如果他跟我说科比，我们要关的时候，来宾都打，里面干，我才听到来宾打，我下令退回去重开。你要关的时候，来宾哒，你知道？怎么现在在流？一定是有血管破掉了，血管没有绑紧在流啊。我要关的时候，里面是干的，怎么会在胸管3个钟头出来1000 cc？ 一定有问题。其实我们以前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关这个胸骨的时候，那个针进去，你知道？因为要铁针进去，再绕出来锁嘛，常常一针下去去勾到血管。
我们遇到过好几次的，关的时候干干的，就在关这个胸口的时候，有没有去戳到血管，就血流不止。如果他跟我说，哎，先生要关一阵哦，那边肺塞塞，凝血功能就不太好。如果他跟我说，哎，先生要关的时候，凝血功能就不太好，可能我就不会要求马上推进去开。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是那个凝血功能不好，你再打开它还是流嘛。那时候啊，就也许就真的输血跟他拼了。所以要先问病史，再来physical examination 理学检查。这个伤口有没有在渗血？鼻胃管有没有渗血？有没有这个血尿的问题？因为我们开刀sternotomy 是这个伤口，要取这个血管来接这里这里也有伤口。如果他的伤口都干干的，这个人应该是没有流血倾向。他的鼻胃管有没有问题？他打的那个中心静脉导管旁边有没有渗血？如果这个人有凝血功能不好，他会渗血，他不会只有伤口里面在渗，他全身都会渗，对不对？所以有没有那个血小板太低产生那个点状出血？有没有那个 ecchymosis 是片状出血？最后才是做实验室检查，去看血小板多少凝血功能多少，还有 bleeding time 凝血功能。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你知道？请当一名医生，而不是算命的，这个叫专业，你知道吗？这也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每次问你说开还是不开，我又不是算命的，现在你要这个叫 SOP 耶。当医生是有 SOP 的，看病人，第一先问病史，第二全身理学检查，第三抽血做这个实验室检查，看是要抽血的检查，还是 X 光的检查，还是电脑断层的检查，这叫 SOP 耶。所以请当一名医生，而不是算命的。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我刚才讲这个故事，你知道，这是台大医学系5年级每次期末考在考的题目。其实这个题目在考什么？你知道？有一天当你很难做决定的时候 ，please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通常你很难做决定，是因为你资料不够。资料不够，为什么强调 SOP？ 你知道？这样才不会漏掉。这个叫马步功夫了。这也是我在台大医学系当老师的时候，一直很难把学生教，这个地方就一直教不来。为什么？每个学生都都要跳跃式的，都要一下子知道答案。他们就是很不太习惯从蹲马步，你知道从这个理学，从这个病史开始问，理学检查开始做，然后实验室检查，每个常常要跳到实验室检查，不然要推出去做电脑断层。我跟你讲这种马步，你知道还是要锻炼，这个就是所谓的 SOP 了，对不对？所以当答案不是很明显的时候 ，please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这个就是阿朱与阿花故事的争议。所以治疗为什么没有效？诊断错，或是根本没有诊断，或者根本没有知识，因为对那个病就是不了解嘛。以下有些例子的像这个以前邱小妹事件。虽然邱小妹已经脑死，但医务人员不放弃救治的努力。我真的想问他，你想干什么？这叫屁话！你都脑死，你想干什么？对不对？还有这个85岁的女生心肌梗塞、心因性休克，使用主动脉气球帮扶已经2个礼拜了。现在下一步其实没有下一步了，准备收尸了。因为你们不是医学系的在讲什么？你在85岁很老了，要女生心肌梗塞，现在心因性休克。你心肌梗塞是血管塞住嘛？你要嘛就血管给它打通。你看要做心导管，还是要做主动脉，还是要做冠状动脉绕道手术，还干什么？你总要做，你的问题没有解决嘛，对不对？已经拖2个礼拜了，心脏该死都死掉了，你是用个机器把它撑着而已所以这个死定了。再来，85岁，肺炎、肺癌了，pneumonectomy就是肺切掉一半。2个肺切掉1个肺，现在那个1秒钟，你知道最大吐气量是1秒0.35 cc， 这个一定没有办法脱离呼吸器，为什么？因为那个肺活量已经太少了。所以有个概念救人要有热忱但是不可失去理智。所以这个系统性逻辑思考问题，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困难。第一个是没有知识，第二个是有知识但是不敢讲实话，这是医生常犯的错误。第一个他没有知识，因为他对那个不了解。
第二他知道了，可他不敢去跟家属说啊，这没我啊。你看这个，好，我跟你讲哦，这个是一个故事是吧？心脏移植，当天晚上到开刀，这个 OP 呢，手术当天晚上，血压开始掉，中心静脉压开始上升，尿量开始掉，这个血氧饱和度开始掉。这时候有2个可能，第一differential diagnosis 鉴别诊断，第一个是种下去的心脏功能不好，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叫 tamponade 要填塞。我们开心脏的时候一个心脏放进去，可是有时候里面一直在渗血，就那渗的血块压到心脏。所以一个病人一个心脏移植的病人，当天晚上血压掉，尿量少，血氧饱和度下降，可是看起来那个好像中心静脉压，就血液不容易流回心脏。有2个可能，一个是种下去的心脏不好，一个是那个里面有积血去压到心脏。如何做鉴别诊断？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故事这是真实案例耶？我们12点开完，送加入病房，3点的时候病人血压就开始掉了，总医师就被叫起来，他知道说有2个可能，一个是种下心脏不好，种下去心脏不好怎么弄？装叶克膜，让心脏休息个几天，等心脏恢复，再把叶克膜拆掉，这第一个。如果是里面积血去压到心脏，应该怎么办？再重开，把血块掏出来清干净，止血完伤口再关起来。结果那个总医师从3点一直做到6点，你知道还不能决定，后来病人 CPR， 我从家里赶回来因为我才12点回家呢，又很累，我6点就赶来，要装叶克膜7搞8搞，最后病人还是死掉了。我把那总医师从头骂到尾，我说你3点护士就叫你起床，你不能决定吗？我说你不能做鉴别诊断吗？其实怎么做鉴别诊断，你知道 ？echo 叫超音波，超音波推来一看就知道了嘛。超音波推过来一看，心脏跳不了就是心脏衰竭嘛。外面有一些血看得到，就是血块积太多，都打开就好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什么？你知道？我后来才学到一课：凌晨3点到6点，大脑功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强调 SOP？ 你知道？那SOP 的基本精神就是以简预繁。所以我后来就教学生，你知道，血压掉，搞不清楚状况，超音波推过来看，不要在那里想直接看就知道了嘛。SOP， 这叫80-20法则。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超音波看还是看不太出来？有啊，还是有可能啊。那几率很少很少。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活在世界上，我最讨厌人家跟我说万一，1万都不解决什么万一？所以很多人反对 SOP。我说先解决80% 的，你不要一开始就拿例外来挡我。超音波一看就知道80%都知道诊断了嘛。你不要跟我说贤姐有那个超音波看不出来，我也知道，你不要讲那个屁话好不好？那个90%都可以做出诊断的，你不讲，你给我讲那个我。所以不要用例外来搪塞，这叫 SOP 的精神。所以我还是非常强调 SOP 就是以简预繁，80-20法则，而且变成口诀，确保你在任何状态下都有70% 以上的战斗力，这是 SOP 的精神。任何时间都有70% 的战斗力。最后还要讲吗？死亡是什么？怎样才算是活着？这反向思考的习惯，你知道？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管？答案是，这个病人为什么需要呼吸器？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就可以拔管了。现在，所以人生是什么？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问题的答案。我跟你讲我当过17年外科加护病房主任，你知道？我看过太多生死了，所以我有很奇特的人生哲学，包括那个一头大便的故事，你们都听过吗？有没有听过？奇怪，你怎么没听过？你是外国人吗？那故事是这样，我的老师退休，你知道，那个张金坚的退休，就说贤姐要退休，请一下好。我说好了，我就跟我的学长黄思宏，还有带我的老师，我去那个来安东厅吃饭。来安东厅是法国菜，3个人吃了26000块。我看到账单的时候脸都绿掉，我惨了，回去就被佩奇骂嘛。
塞，人吃26000块，你知道？哇，天哪，怎么那么贵呢？后来忍痛，要不然吐出来还他，对不对？知道那个信用卡拿出来刷，你知道？我的信用卡是副卡，所以我一举一动佩奇都知道，我就刷，你知道？第二天早上，你知道？我起床以后上厕所，一直在看我的大便。我想说这一铺特别高钱扣，你知道？我说这个，我看了很久，你知道？奇怪哦，我平常在台大医院自助餐哦，那70块的跟这个9000块，我看不出差别。最后我在厕所里面大彻大悟，人生的荣华富贵，不过就是一头大便。这就是一头大便的故事。其实我跟你讲哦，你问我人生是什么？其实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人最后都会死掉了。所以有一次我在加护病房查房一下，突然之间大彻大悟，人生的结局只有2种，一个有插管，一个没有插管。但是都是挂掉，你知道？所以插管的要分2种，一个会传，一个不会传。第一个行友就是会传。所以其实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没有目的，因为最后会死掉。所以没有人会把死亡当作人生的目的。这也是一种。其实我跟你讲如果有一天你可以想通这件事情从此一生再也没有困难了。因为人最后都会死掉。你会把死亡当作你人生的目的吗？你出生是为了来死掉吗？不是嘛？所以人生只是个过程，在过程当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不管人生是黑白彩色，你知道？我的经验最后死的只有3种颜色。这个缺氧的看起来就黑黑的。这个感染了干不好黄疸死的黄，还有那个如果是外伤流血看起来白白。所以不管人生是黑白彩色最后死的时候只有3种颜色：黑的、黄的、白的。所以也不要想那么多了，现在。所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现在当医生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想通了道理生命其实只是一个过程，在过程当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当医生的目的是什么？解决人类的痛苦不管他是身体或心理的。其实我在医学界，你知道，你像那个 Google Academic 把 KOWJ key 下去里面有那个 SCI paper 有200多篇，你知道。其实，在医学上我有很多成就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在当了30年医生当中，我最得意的是这个，你知道，台大7D 病房。你知道病人到台大急诊处，那各科就在捡病人上去住院，捡到最后有一批大家都不想要的。你知道什么样的病人吗？这个我们发表在台湾医学会杂志。什么样的病人会在急诊处大家都不要收？第一个是巴氏量比较低的，因为收上去的7塞7流就排狗连护理师都会摆脸色，所以1次2次那个总医师就看到那个巴氏量比较低的就不收第一个。再来是共病多的，就一个人好几个病。比方说糖尿病20年，7年前开始洗肾，3年前开始心脏衰竭，这一次中风进来。我跟你讲，这个 case 一定没有人要收。你说他不是很多科都可以收吗？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一个病人很多科都可以收的时候，就是大家不要收他，因为太难照顾了。最后一个是签 DNR 的，生命末期的，有医也死，无医也死的。所以我们这个发表在台湾医学会杂志，我就把那个台大医院送到急诊处，那去研究为什么病人大家都不收。那故事是这样，有一次你知道，那个健保局就发布一个资料，台大医院急诊处暂留病人最多，暂留时间最长，台湾第1名。有一天我就被叫进院长室，那个院长很轻松的跟我回答：跟着这个急诊处的病人各科都减去收去住院你去设一个病房如果大家各科都减剩下都不要的，就去住你的病房。那时候呆呆的，他说：“这怎么？”我说：“好啊，就去开个病房。”所以那个7D 病房叫急诊后送病房。这个其实我还设这个急诊后送病房。我刚才讲过，所有的病人到急诊处大家不收，巴氏量比较低的，共病多的，还有那个快死的。这个是黄胜坚跟我讲的故事，我的好朋友黄胜坚，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有些人在那个网络上读过这个故事。因为快要死的病人到急诊处，大家都不喜欢收。我医也死，无医也死的。
所以后来我的好朋友黄胜坚，他现在是那个市燕儿医院院长，他去那个云林分院当外科主任的时候，监书了，他就跟底下说，不可以，那个快死了，签 DNA 就不收了。我说那个快死了，我们还是在想办法。那故事是这样，有一天有那个肝癌末期的，肝癌到末期最后腹水，肚子很胀，那就送到那个急诊处了。那个急诊处医生一看，很喘很喘，插管。那个病人女儿说：“我爸爸癌症末期，我们不要插管。”那个医生马上骂他：“你不插管送到台大医院干什么？不插管，确定？推到旁边去。你不插管不积极治疗，就推到旁边去了。那推到旁边去，刚好是厕所的前面。那病人就在那里喘，你知道？喘他妈3个钟头，那急诊处医生看一看，这不是办法，好，帮你打电话。他打到内科系。他说：“有个癌症末期的，你们要不要收？”他说：“癌症末期快死了，不收。”电话就给他挂了。急诊处说：“好的，问加护病房问看呢。这个癌症末期，你们要不要收？我快死了。”他说：“普通病房都不收，为什么叫加护病房不收？不收。”电话挂掉。那个急诊医生突然想到，对黄胜坚说，不可以因为病人癌症末期快死了就拒收，把他送去外科住院。那病人就被推到外科去了。到外科以后，外科医生就开始骂，你知道，内科不收，为什么叫外科收？就快死了送来干什么？那个病人进去坦白讲，没有做什么有益的事，床头摇高30度，给他挂上氧气然后会绕晒一下，擦一擦，换纸尿布，会喘会痛，给他打那个吗啡，反正东摸摸西摸摸，4个钟头，那病人就挂了，死了。那外科住院医师就开始骂，你看。进来4个钟头就死掉，内科不收，叫外科收。我那个住院病历才刚刚写完，现在又开始写出院病历。出院病历写完，那场要变空床，空床要接下一个病人，就一直骂，你知道我妈内科不收，为什么叫外科收？一直骂。后来那个病人死了，那个太平间就来收尸包一包。那个出去的送出去的时候，经过护理站，你知道，那个病人女儿跪下来跟那个护理站的医护人员磕头致谢，讲了一句话，他说谢谢你们没有让我爸爸死在急诊的走廊上面。拍谢。这是个真实故事。我问你了拍谢。如果你爸爸癌症末期快死了，你怎么办？你就是不晓得怎么办，才把他推送去台大医院呢。就台大医院说，癌症末期不插管，确定不插管，推到旁边去。这是真实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在科学上，你知道其实我35岁当台大外科加护病房主任的时候，心脏衰竭、肺脏衰竭可以装叶克膜。然后那个肾脏衰竭、心脏衰竭、肺脏衰竭可以装叶克膜，我们也有人工心脏，那个肾脏坏掉可以洗肾，不会吃可以打中心静脉导管，然后肝脏不好每天血浆交换，我在35岁就发现说，人都不会死都可以弄住可是到后来你知道，这以后再跟你讲另外一堂课生死的故事，你知道。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觉得说，自己好像很厉害，什么都会。一直到50岁以后，你知道，我觉得说虽然在医学上我有很多的成绩了，你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因为这个台大气力病房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那个因为各科捡剩下都不要送到他们气力病房，所以有一次那个护理长就问我，他说：“柯 P 我们这个病房要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然叫德蕾莎病房好了。”你知道德蕾莎的故事吗？德蕾莎修女在没来一众啊。德蕾莎修女在印度加各答当那个修女罗马教廷每天给她2块美金，2块美金可以做什么事？答案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只有2块美金。所以实际上你知道德蕾莎做的工作吗？
他每天到架各大街上哦，把那个快要死的乞丐哦捡回来哦，给他洗澡哦，给他放在床上给他祷告然后乞丐就死了。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哦，德蕾莎做的工作哦，本益比是多少？0 ，EPS 每股净利0。可是哦，如果没有德蕾莎，本来这乞丐在死的时候会怨恨这个世界，诅咒这个人生。可是有德蕾莎，所以这些乞丐在死的时候，或许会以为哦，天使，上帝派天使来接他们回去。这在讲什么？你知道？其实讲到最后，你知道哦，这是我最后对人生的迷惑，你知道？现在在讲哦，从科学看人生，你知道？其实做一个很 super star 的很 super 的这种医生，你知道？过50岁以后，你知道？常常觉得说哦。其实医生还是人，不是神，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救得回来，所以是尽力就好了。所以哦，对我来讲，你知道哈，我还是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如果牛顿力学是对的，从此整个历史是固定的。如果知道每一个 particle 在空中的位置跟速度，这些 particle 跟粒子哦遵守牛顿运动定律，从此整个历史是固定的，是这样吗？如果量子力学是对的，两个粒子碰撞以后，它在空中的分布是几率云，从此整个历史都是偶然。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有人说，可是我们没有按照海森堡测不准，我们没有办法同时知道每一个粒子的位置跟速度，但是测不准、测不到，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有个问题，如果传统力学是对的，未来整个历史都是固定的。如果量子力学是对的，未来整个历史都是偶然的。可是不管未来的命运是固定的还是偶然的，到底有没有人的意志在里面？这坦白讲我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个题目。这个我现在还不晓得问题，到底整个人类的未来历史呢，有没有人的意志在里面 ？I don't know。不过是这样的所以还是用这2个原则作为今天上课的结束。心存善念，尽力而为。不管是面对媒体的面对什么议会，你知道吗？其实心里面是圈圈叉叉，你知道吗？不过是这样的最后跟大家同学讲，就是说，其实人最后都会死掉，死亡不会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只是个过程，在过程当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if possible，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台湾因为有我可以变得更好，这样就好了。好，谢谢各位。